爱奇艺独播，王楚然、程磊主演，成何体统？当美强惨妖妃遇上疯批深情暴君，双川副本点燃年轻人的硬核浪漫。开篇，地狱开局的双川副本。近年来，古装穿越剧层出不穷，但大多数作品的模式已经趋于固化，不是天降金手指的无敌开局，就是玛丽苏·杰克苏的爽文流。而爱奇艺独播的新剧《成何体统》却另辟蹊径，在设定上直接抛给观众一个地狱难度的双人穿越副本。摄续王翠花穿成妖妃于婉音，一出场就是活不过3集的炮灰命；霸道总裁夏侯惇穿成昏君暴君，原剧情注定要被历史遗弃。别人开局是天选之子，他们却是满盘皆输的必死剧本。但偏偏就是这样一对看似倒霉的组合，硬生生演出了宫斗升职记加职场求生路的魔幻现实主义，让这部剧既荒诞搞笑，又直击人心。正如于婉音在全剧高光时刻喊出的那句台词：“要死一起死，要卷一起卷。”双引号，这是角色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年轻观众对现实的共鸣。角色设定，从炮灰到主角的反转魅力。于婉音，摄续妖妃的人间清醒。在原著剧本里，于婉音是典型的妖妃炮灰设定，貌美但无脑，嚣张却短命。可一旦被现代摄续灵魂穿越，她的人设彻底翻转。职场经验迁移，她会用老板画像分析皇帝脾气，用产品经理思维调研民生痛点，甚至能给宫女开反 PUA 培训课。吐槽是生存法则，他一边嫌弃原主业务能力差，宫斗都能输，一边用打工人逻辑给自己画 KPI， 活脱脱是古代职场进修班的讲师。外柔内刚的反差萌，表面是红衣妖妃在殿前惶恐求饶，转头私下和夏侯惇复盘演技，刚才我害怕的表情够真实吗？双引号。于婉音的最大魅力在于她把普通摄续的卑微智慧嫁接到高压皇权世界里，从而产生了别样的讽刺与幽默。夏侯惇，疯批暴君的破碎深情。夏侯惇则是另一种极端，他一开始也只是无辜打工人，却在古代被画大饼背叛，利用反复折磨，逐渐黑化为全朝最恐怖的暴君。防御机制式的疯批，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怀疑于婉音是敌方派来的间谍。细节里的温柔，当他发现于婉音偷偷炖辣椒面时，会默默给他开辟小厨房；当他毒发时，仍咬牙撑着朝政，不愿拖他下水。宿命感的爱情，在生死边缘，他甚至红着眼睛把玉玺塞给他：“江山归你，给我烧点比特币就行。”双引号。夏侯惇的人设让暴君不再是脸谱化的权谋机器，而是一个被现实逼疯的凡人。他的疯批里有冷血，也有炽烈的孤独。剧情结构，喜剧外壳下的现实暗线。成何体统最有趣的地方是把现代思维砸进古代框架，让剧情处处出梗，又处处暗藏讽刺。宫斗等于职场斗争。朝堂上，他们演昏君妖妃小剧场，互相甩狠话。下朝后，秒变跨部门同事，用暗号确认身份，其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双引号。这种职场化的宫斗，让观众看到了熟悉的办公室内卷、明争暗斗、派系之争、背锅甩锅，简直比古装更古装。权谋等于商业逻辑。抗旱作物成了扶贫项目。羌国毒药被改造成 A 轮融资，权臣结党被当成并购扩张。这种现代商业语境嫁接到古代，让权谋变得既搞笑又合理，仿佛一出穿越时空的讽刺寓言。爱情等于互为依靠的生存契约。成何体统的感情线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没有走传统的甜宠糖精套路，而是把爱情嵌入到共生困境之中。他们的爱不是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他替他拖延时间找解药。
他替他遮掩偷带辣椒面的秘密，一起对抗全世界的不公。这种患难与共的爱情更贴近现实年轻人，不是谁拯救谁，而是我们必须互相拉一把，才能一起活下去。台词与梗，打工人嘴替的爽感。这部剧之所以被称为打工人爽剧，在于台词既搞笑又精准，每一句都像是替观众吼出来的。要死一起死，要卷一起卷。打工人版是为知己者死。这破剧本姐不接了，社畜辞职新生，公司归你，等我挂了烧点比特币。资本主义和古代皇权的荒诞嫁接。这些台词不仅戳中观众笑点，更是戳到痛点。年轻人在现实里的压抑与无力，被转化成了屏幕上的宣泄。主题解读：硬核浪漫与年轻人的精神出口。成何体统不仅仅是一部搞笑穿越剧，它的核心主题恰恰是当代年轻人的集体精神写照。没有金手指，就自己造外挂。于婉英和夏侯惇都不是天选之子，但他们用智慧、协作和一点点运气，把必死剧本改写成了属于自己的命运。没有退路，就把荆棘踩成红毯。每次危机，他们不是依赖系统奖励，而是靠一次次硬撑和临场反应，活出一条生路。爱情不是糖，是携手抗争的火光。这部剧告诉我们，真正的浪漫不是我替你挡风雨，而是我们一起扛风雨。因此，成何体统才会被称为硬核浪漫剧。它浪漫的不是场景，而是精神。演员表现：王楚然、程磊的化学反应。王楚然饰演的于婉英，既有妖妃的妩媚，也有社畜的清醒。她的表演最大亮点是眼神的灵动，时而无辜懵懂，时而机智闪光，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现代灵魂闯入古代皮囊的割裂感。程磊的夏侯惇则展现了疯批暴君的层次感。他能在1秒钟内切换，前一刻是冷血无情的杀戮者，下一秒又是脆弱孤独的打工人灵魂。他的眼中含泪却嘴角冷笑，成为该角色最有魅力的表演符号。两人对手戏的化学反应极强，他们不像是古偶情侣，更像是被迫组队的命运合伙人。这种不甜而甜的质感，反而更容易打动观众。市场与受众，为什么年轻人会买单？